乌军持续打击俄军后勤，俄本土最深处首次遭袭，俄罗斯无人机库存被摧毁，坦克场发生爆炸。相较于2023年，俄罗斯2024年军费增加近70%。乌克兰新一轮援助到来，幻象2000或将援乌。乌克兰打击俄本土最深处，俄军重要的铁路线。11月30日，俄媒报道称，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北穆伊斯克隧道发生爆炸。该隧道是俄罗斯最长的隧道，长超过15公里，而这条铁路是俄罗斯重要运输线。俄军用这条铁路运送军事物资，但现在已经瘫痪。当运载黑色金属和重要物资的火车经过隧道时发生爆炸。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已经承认实施此次行动。很难想象乌克兰可以渗透到俄罗斯布里亚特，这地方距离前线非常远，恐怕是俄本土最深处首次遭袭。除此之外，俄军南部军区总部仓库也被袭击。12月1日凌晨，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个1500平米仓库被完全烧毁。据说仓库存放着供俄军使用的装备，还有一些地区发生停电。顿河畔罗斯托夫也就是俄南部军区总部所在地。最近这段时间，乌军一直在打击俄军的后勤。11月28日，俄军第14集团军副军长扎瓦茨基少将被俄军自己埋设的地雷炸死。11月29日，乌军袭击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这里是俄空天军第43航空团驻地。11月30日凌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乌克兰袭击见证者无人机库存，俄军储存的无人机被摧毁，削弱俄军袭击乌克兰本土的能力。乌军的远程袭击也会影响到俄军在前线的进攻能力。11月26日，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地区车里亚宾斯克市的一家坦克厂突然发生爆炸，导致附近的居民区停电。俄罗斯当局表示，这只是一起事故，因为短路导致变压器爆炸。英国《每日邮报》指出，每当重要设施发生火灾，俄罗斯给出的理由都是短路，可信度不高。当然了，发生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俄罗斯的军工厂很多都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由于俄罗斯没钱，只能照顾重点领域，没办法更新所有的生产线，因为线路老化导致短路，然后变压器爆炸，好像也能说得过去。但是不管事实如何，俄罗斯的损失已经成为定局。乌克兰军方的情报显示，在坦克场的爆炸事件中，多辆俄军坦克被直接炸毁，10辆左右的坦克重创。本来该坦克厂要为前线的俄军提供数辆新型坦克，以及部分已经完成修复的坦克，以应对接下来的冬季攻势。但是这一场爆炸之后，什么都没了。泽连斯基在最新讲话中表示，乌克兰正在准备好的远程事务，以便占领者感受乌克兰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用火力军解释了吧？除了自研的导弹、无人机、无人艇，乌克兰最近又开始研制 UJ-23黄玉多任务无人机，可以在电子战环境下运行，执行侦察、电子战或者高速打击任务。下面的冬季作战，乌军会发挥无人机方面的优势，对俄军装备、后勤补给的远程打击只会越来越频繁，俄罗斯的损失也会越来越严重。这在财政上也是一个压力，所以俄罗斯2024年军费开始暴增。11月27日，普京已经将预算计划草案签署为法律，正式批准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俄罗斯2024年财政支出的30%将用于武装部队、防务和安全开支加在一起，预计将占到明年全部预算开支的4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相较于2023年，俄罗斯2024年的国防开支将增加近70%。根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政府明年的财政收入预计将达到35.1万亿卢布，大约3912亿美元。俄罗斯军队和军工综合体获得预算支持将达到10.775万亿卢布，大约1200亿美元。这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军事首次达到预算总支出的1/3，并且已经达到2022年4.7万亿卢布军事开支的2.3倍，更是2021年3.5万亿卢布军事开支的3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建立在高油价的假设之上，但问题就在于欧美那边会不会让俄罗斯如愿以偿。如果俄罗斯没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俄罗斯会不会大幅加税并削减民生开支，这一切都说不准。相比较俄罗斯这边的捉襟见肘，美国就大方很多了。美国准备为以色列开绿灯，无限制取用美军武器库存。11月29日，美国新闻 The Intercept 报道，白宫已要求取消限制，允许以色列从美国在以国境内设置的武器库存中获取所有的武器和弹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五角大楼就开始在以色列创建以色列盟友战争储备库，主要目的就是为地区战争提供物资，算是美国海外武器储备网络中最大的节点。库存受到严格的安全监管，如果以色列利用美国军援的补贴，就能动用库存，以很低的成本购买武器，但只能取出被美军列为过时或过剩的武器。目前，白宫希望取消向以色列转让武器的所有限制。如果这件事能成的话，以色列就能以更低的成本，并且减少在武器转移前通知国会的时间。根据现在的限制，以色列必须提前30天通知。目前，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白宫要求的立法，并提交给参议院审议。俄乌战场之上，对乌军援也有好消息。根据情报在线网站报道，法国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6架幻象2000，目前正在谈判中。幻象2000在法国空军服役的时间已经很久了，1984年正式进入法国空军，数量也很多，总计服役了315架，中间是升级过的。1995年的时候，达索公司自费进行中期性能提升，将幻象2000C 升级到幻象2500。也正因如此，法国现在也能拿幻象2000做生意。今年上半年，法国已经与印尼谈好了，出售12架二手的幻象2000，提供给乌克兰也不是不可能。至于型号，大概率是幻象2500。同时，美国这边向希腊收购7万枚炮弹，准备援助给乌克兰，其中5万枚105毫米炮弹，2万枚155毫米炮弹，还有5000枚203毫米炮弹。按照今年4月份乌军公布日消耗量4000发来说，这些炮弹可以打2到3周。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希腊一直向乌克兰提供炮弹，出手价格与二手市场差不多。有意思的是，11月28日，希腊媒体日报与保加利亚军事新闻报道，希腊谈判代表已经确定，这笔交易对于希腊而言是没有亏损的。两者大概有什么 PY 交易？除此之外，11月3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作为欧盟弹药采购计划的一部分，48万枚炮弹已经交付乌克兰，或者正在准备中。同时，冯德莱恩表示，从2024年开始，欧盟每年将能够生产100万发炮弹，但是对于乌克兰而言，稍微有点不够用。欧盟国防工业不仅要满足乌克兰的需求，还要满足其自身的威慑和防御系统。而俄乌战争消耗的炮弹比近代历史上其他战争都要多。俄罗斯一年发射了1000万发炮弹，乌克兰每月消耗1万架无人机，而欧盟这边却没有足够的弹药和武器，没有大量库存，缺乏闲置产能。欧盟和乌克兰官员已经承认，欧盟不能按计划向乌克兰交付100万枚炮弹。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将延误归咎于欧洲国防工业状况不佳。与此对比，俄罗斯增加2024年的国防预算，朝鲜那边也会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同时，因为以哈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弹药供应也减少了一部分，这就需要欧洲国防工业动员起来。按照冯德莱恩的说法，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年初提出新的欧洲国防工业战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据悉，欧盟计划于12月公布立法提案，对俄罗斯冻结资产产生的利润征税，并将其转移给乌克兰。而欧盟冻结的资产超过2000亿欧元的俄资产，这是践行用俄罗斯的钱打俄罗斯。另一方面，乌克兰也开始改造老旧的 BMP-1，性能已经接近北约的标准。虽然俄乌战争一直在继续，但是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并没有瘫痪，仍然继续生产新武器，并且用新的思维升级现有的苏式武器。根据最新在网络社区流传的图片来看，乌军将老旧的 BMP-1 换装新的炮塔与武器，外观看起来有点像北约类型的步兵战车。
防卫部队报道，苏联的 BMP-1 属于二战后第一代步兵战车，武器是一具73毫米低膛压火炮 2A28。对于步兵战车而言，这个火力还算可以，但是自动化程度不高，配备的瞄准装备也已经过时，不符合现在战场的要求。于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就有一家私人公司自费研发 BMP-1 的新炮塔，在今年获得了专利，并且开始少量生产。炮塔采用全电控制，配备了一门 KBP-2 型30毫米机炮，在炮塔的两侧还可以安装2枚坦克导弹。这种设计也与北约步兵战车类似，相比较射速比较慢，火力不稳定。低膛压火炮、高射速的机关炮对于目标的破坏力更大，更符合现代战场需求。另一边，俄罗斯也在搞武器新功能，苏57再添新定位，变身无人机蜂群母舰。俄媒消息指出，目前军企正开发俄罗斯苏57可以携带的小型无人机蜂群，而战机本身将作为这些小型无人机的控制节点。计划目标是数架苏57。就能部署数十架无人机，用以突防超载防空系统。11月28日，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报道，为苏57开发的小型无人机预计将悬挂在外部或者机身内部，并且可以直接在空中部署，使该战机具有控制无人机蜂群的能力。其定位与 S-70 猎人还不太一样。这些无人机可以用于攻击、侦察和电子战，特点在于数架苏57能够一次投放数十架无人机，从而使得机队能够突破敌方的防空体系，可以让对方负荷能量过载，并且对这些防空系统发动攻击。早在2021年4月，航空企业消息来源报道称，苏57或将发展小型无人机的控制技术。当时指出，已经开始研发机载设备和特殊软件，并正在建立地面测试系统，以测试无人机与携带机彼此之间的互动。总的来说，现在俄乌战争其实就是后勤战，谁能保证炮弹、坦克、无人机的数量，谁就能占据优势。就比如在阿夫迪夫卡地区，如果乌军的火力更猛，恐怕战局早就结束了，轮不到俄罗斯继续支援。而欧美已经决定使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援助乌克兰。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乌军的炮弹数量大概率不会再像现在这样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乌冬季作战战线会发生什么改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